然后接着来看我们第三个内容啊，我们隐形门啊的一个介绍啊。隐形门啊比较常问的一些点就是说啊，门板的开启方向能不能外开啊？啊，我们的两款合页有什么区别啊？啊，单孔锁的门板有没有锁孔啊？怎么关门的呀？就是还有就是说我们已经有房门呐、现在已经有固有门的啊，现在想做隐形门怎么搞啊？然后门左右墙板，还有说门头板能不能换成格栅板啊？啊，我们来看一下，也是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啊。那我们分解一下啊，我们这个隐形门啊，它是由这个18墙板啊，这个黄色框框是我们的18墙板啊，这个的话就是介绍过了啊，我这里就不再做介绍了。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红色框框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无框的这个隐形门啊，这个隐形门。它整个东西这一部分这个东西都是外协的啊，都是外面生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由什么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隐形门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门左右墙板啊，还有的是我们的门头板啊，还有后面那个门套啊，这样去组成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隐形门啊，隐形门的话它是由我们这个是有锁的啊，锁，然后在我们的门扇还有我们的荷叶啊，这样去组成。我们来看一下啊。门扇啊，门扇这一块的一个组成的话，就是前后前后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这个同色的一个面板9mm的，器材是颗粒板啊，然后中间的话是夹着我们这个铝封膜的一个门芯啊，然后它的一个铝材的这个边框这样去组成的，还有龙骨啊，大家要去注意一个点啊，它的一个门框只有一种颜色黑色啊，就黑色然后接着我们走我们门扇开放那个颜色是只有唯一这边是只有5种的啊，跟着软件走就行。软件的话，目前也是修改过来了是5种大家知道，如果万一哪一天看到我们的门扇颜色开放了，有另外一种颜色给我们去选又没有收到通知的话，最好来咨询一下最好来咨询一下工艺这一块因为之前出现过一个原因，就是软件开放颜色错了。错了客户又签单了就后面就出问题了嘛，做不了但已经客户也签了嘛，但没办法，实在做不了啊。然后的话就要看一下，注意一下，目前只开放5种颜色的如果说还是那句话，我哪天看到颜色多了记得最好来确认一下除非有通知文件门扇的尺寸，再简单去了解一下这个门扇的尺寸。那这里可能要去注意一个点，就是它可能会存在一点点误差误差在里面的我们的门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凸字形的凸字形它不是前后宽度是不一样宽的门正面的一个宽度是等于我们门洞的宽度减去116门内的就是室内的就是减97然后高度的话就等于我们门洞高度减去43这个就是我们门扇的一个尺寸大家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尺寸。然后锁的话，软件里面是有2种给我们去选的一个是单面锁，一个是双面锁单面锁跟双面锁我们来看一下。双面锁双面锁是正面是有锁眼的背面的话就是这种一个旋钮一个旋钮，然后它的一个门把手的这个锁把心这个把手的这个位置都是黑色，只有一种黑色，然后加的是我们同色的一个装饰板这个是我们跟门板同色的一个装饰板这样组成的。然后单面锁单面锁的话，正面来看它是没有锁眼的没有锁眼没有东西的。然后的话，它背面是这个样子的黑色。然后这个点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要做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这个点单面锁必须要配我们的自闭合页配我们的自闭合页因为否则的话，这个门是关不了有点关不了因为它前面是没有把手的没有把手的这里个图有点问题这个是没把手的。然后它关不起门来的话就有点麻烦，所以说必须要配合我们这个自闭合页然后锁的高度门锁的高度它是有规则的它是有自己的规则当我们门板的高度大于2米的时候，锁的离地高度是1米的。当我们的门的高度小于等于2米的话，门锁就是居中的大概就是离地高度在1米左右无论哪款的话都是接近在1米左右，它是改不了的它修改不了不能修改，不能备注说我们门锁高一点，或者是说离地高度1.2米不行它是有自己的规则在里面然后荷叶类型是有2种的一个就是隐藏荷叶一个是自闭荷叶自闭荷叶刚刚说了当我们是单面锁的时候，一定要配我们的自闭荷叶。如果双面锁，你配哪个都行配哪个都行，但是单面锁一定要配自闭的。
然后门的开门方向只能是左右啊，可以选择左右开啊，但是一定要去注意，它只有内开啊，往室内这样去推的啊，它做不了外开啊，做不了外开。然后下面是我们的门套啊，门套的话是我们的前后的一个门套线，加我们这个18的这个连接板啊，这个就18的一个板啊，跟这个板的颜色是跟我们门板颜色是一致的啊，跟我们门板颜色是一致的。当我们做方案的时候要去注意一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也比较特殊了啊，就是说啊没有门头的那种情况下啊，就是没门头的，就是门外门外跟门内室外跟室外的层高是不一样啊，这是室外的一个高度啊，这是室内的一个高度，它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情况下是不建议大家去做隐形门的为什么去看这张图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这一种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有门头的情况吧。有门头的情况下，它是有这个顶部的一个门套啊，有顶部的门套，然后斜切45度的。没有门头的情况下，直到顶嘛直接到顶啊。但如果说出现这个里外的层高不一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我这个铝材是没到顶的，这是一种情况然后的话，我这个位置它是没有一个门套线包住这一个位置的这个位置露出来了露出来了，它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它是一个不建议大家去做就是室内跟室外层高不一样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一点点特殊一点。然后下面是门左右墙板的一个介绍这个左右墙板它是左右两边都带槽的去看到这个图左右两边都带槽还有一个情况它会做一个切角板件会做一个切角做了一个切角去跟我们这一个门套线这样去连接的这样连接做成盖住我们这一个门套盖住我们这个门套，然后的话它会做成一个无框的效果，就挡住门套线了嘛，就做成一个无框的一个效果了。那它的一个连接工艺的话，就是跟门套我们这一侧连接的一个方式是固定的固定的。然后它这一边左右两边还有我们的墙板的话这一边的话跟我们的墙板是可以用土字形也行，用工字形也行取决于我们这个板芯的如果这边是隔山板的话，那这个位置只能用工字形了嘛是吧这个的话根据实际情况这样去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款它是带腰线的它是有腰线的有腰线的情况下，这个就是我们工厂自己生产的18墙板18墙板，这个就是我们的门左右板。那墙板跟我们18的这个墙板这个门左右板跟我们18的这个板的一个连接方式，这个位置只能用土字形在软件里面只能没得给大家去选如果说大家选工字形的话，这个位置它还是土字形的土字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改不了。然后还有一个点要去注意的这个点就是尺寸限制尺寸限制它会有个参数参数门左列宽门右列宽它会有个参数178到520有这个软件限制在里面的假设这个位置我们现场这个门斗的位置它没有178那么宽可能现场的只有一个100宽或者多宽反正的话就低于我们这个178宽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备注这样去做要去知道首先一个点这个门朵的最小的一个尺寸是60的最小尺寸是60，也就是说这个参数最小可以设置60，但是这里的话它的一个参数尺寸是不等于我们板件那个尺寸的，所以说不要备注说千万不要说备注说我这个板要做60宽的做60宽的可能就是有歧义在里面的因为这一个参数尺寸是不是等于我们板件尺寸的我们回到这里来回到这个来的话，简单说一下，这个板件尺寸可能是到这个位置的尺寸而已它是不含切角的不含这个切角的尺寸所以说这里的话，如果说这样备注就有点问题正确的一个备注方式就是说，我们门左列宽的这个参数改成60的门右列宽的一个参数改成60的这个的话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备注方式不要说我这个板要改成60宽的，那改成60宽可能就生产不了了它最小的一个门朵尺寸是60的。然后上面呢是我们的门头板门头板跟我们门左右墙的这个板也是一样的，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做了一个切角跟我们门套线这样盖住我们的门套线的然后的话它的固定方式是一样的，也不能去修改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然后这3块板的颜色是跟着门走的，跟门开放颜色是一样的，一样的5种5种是外斜外斜，而这个东西看到了，它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切角这样做那个切角，所以说它只能做我们的18的这种板件18的那种墙板，它不能做隔山板做隔山板它做不了这样的一个切角出来它这2块板这几块板也不能取消，当然这个板可以取消，取决于这个门到顶了到顶了。
但是左右是不能取消的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引擎门左右两边必须有门朵的啊。